首先，我要说，这应该算大家都能够做出来的一道菜，而经过我的解说，或许你也可以做出很好吃的一道菜。不过就是把鸡肝泡一泡，真空一下，舒肥个2小时，然后跟煎过腌了醋的茄子还有巧克力薄片叠在一起。好吧，其实有点难度啦。这道菜包含了许多 fine dining 的精神。其实如果用肥鹅肝来做的话，会容易许多。但使用本地鸡肝，除了材料成本较低外，也可以表现出当地的风土，是道十分有趣的料理。为什么这次废话这么多呢？因为这部片有30分钟以上，不多废话一点好像会很无聊。从最开始，你应该去买鸡肝，但我已经买好了，所以就先从做 brine 开始吧。所谓的 brine 跟我们有点缺的 brine 不太一样，它是用来腌制的盐卤，可以用来去除腥味并附加味道。加入各种你喜欢的香料，然后加入水和水量3% 的盐煮沸。煮的作用是让香料味融入水中，也是为了消毒，以免浸泡的过程滋生细菌。煮沸后就可以放凉了。如果没有放凉，就拿来泡鸡肝的话，你会直接得到一锅鸡肝汤。那接下来的步骤都可以省略了，是不是很省事呢？请一定要把盐卤放凉才能泡鸡肝啊！接下来处理鸡肝。话说在台北怎么鸡白肝比肥鹅肝还难找啊？我跑了4次市场才买到足够的量。一般你可以很容易买到最左边这种褐色的鸡肝，它其实也很好吃，但在这道菜的使用上比较不适合。中间白色的是所谓的白肝，风味比较好，而且口感也比较软。右边这种是黄色的肥肝，通常是吃了比较多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，转化成维生素 A 的橘色累积在肝脏所造成的。这种鸡肝通常风味会比较浓郁，且口感滑顺。去除鸡肝的筋膜和血管，这样才会保有滑嫩的口感。如果还连着胆囊的话，要小心切除，不小心弄破的话，胆汁的苦味会渗入鸡肝，破坏了原本的美味。话说，白色鸡肝大多出现在刚开始性成熟的母鸡身上，土鸡的话大约是4个月龄时，白肉鸡的话约是32日龄时。所以白肉鸡在屠宰时大多都是白肝，但肝脏在电宰时通常不会留下来，所以比较不容易取得。如果不小心把鸡肝弄烂了也没关系，反正晚点还是要切的，就小心而大胆的去除血管吧。取一个容器，加入鸡肝重量约3% 的盐，将盐卤中的香料过滤到容器中。盐的作用除了增加鸡肝的咸味外，也是为了在加热过程中让吸收了盐分的鸡肝能更好的保留水分。这原理牵涉到盐的扩散作用、水的渗透压和蛋白质的变性。我觉得可能要另外找时间才能讲清楚，所以就等下次吧。放入鸡肝，稍微搅拌一下，让鸡肝和盐卤混合均匀。包上保鲜膜，冷藏4小时，让香料和盐的味道能彻底进入鸡肝中。拿2根茄子，这次我使用的是品种很常见的胭脂茄，表皮硬实，但茄肉细致而不带苦味，是十分适合这道需要切成薄片的菜。
将茄子切成适合的长度，然后切成5mm 薄片。新鲜的茄子加上状态不差的刀，可以很轻松地完成这项工作。这部分的茄子片是用来夹在鸡肝之间的，主要的功能是增加口感和味道的层次。另外取一根茄子，先切2片5mm 的片，然后取出切片器，最好是使用可以调节厚度的。调节到约2mm 的厚度。小心地切出完整的茄子片。这个步骤很容易切到手，所以不要因为怕浪费而想把所有茄子都削完。这道菜材料里没有包含你的手掌肉，而且切到边时切面会太小，也不能用。这薄壳透光的茄子片，等下会拿来干燥成脆片。将5mm 厚的茄子淋上橄榄油，然后用刷子涂抹均匀，让茄子完整吸收橄榄油，这样茄子比较容易熟透而不软烂。取个够大的平底锅，不要一次放太多茄子，这样才能煎出金黄的表面。因为茄子已经吸饱了油，所以锅中不用另外放油。两面都上色了，就可以取出放凉了。把煎好的茄子平铺在生盘中，这时茄子会带着煎过的甜味和焦香，因为加热而脱水，更容易吸收腌制的酱汁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做腌制茄子的酱汁。加入水和雪莉酒醋，我先加了200毫升的水和100毫升的酒醋。但试过味道后，我觉得太酸，所以又加了150毫升的水。然后加入1大匙的糖，糖的甜味可以让醋的酸味变得温和而有层次。记得还是要试一下，来确定是不是你想要的味道。
糖醋汁加热至沸腾就可以关火。加热除了杀菌，也可以降低一些醋的呛味。把糖醋汁倒入装有茄子的生盘中，完全淹过茄子即可。在表面再铺一层厨房纸巾，确保茄子片都有浸在汁液中，冷藏2小时。取出泡好的鸡肝，用滤网过滤出原卤酱汁，尽量把盐卤滤干，然后把鸡肝大略切成小块。如果你想要口感更细致一点的话，也可以用调理机把鸡肝搅碎。取一个容器，把鸡肝稍微用力的丢进容器中。用丢的是为了可以顺利排出空气，如果有空气的话，质地可能会太松散而不易成型。以我这次做的大小，约2公分厚就可以了。装好后，用力拿容器敲几下桌面，以排出空气，然后放入真空包装袋中。用真空机抽冷真空，如果你没有真空包装机，可以用夹链袋以排水法或吸管来排出空气。网络上有很多办法，你们自己去查吧。如果你觉得真空很麻烦，也可以直接放到加水的烤盘中，以摄氏160度烤40分钟，再加压定型就好。使用真空的好处是，可以在加热前就先固定好形状。找一个够深的锅子装水，我习惯先用炉台加热水域用的水，因为会比从冷水开始用输肥机加热还要有效率。使用真空水域加热，可以让整体的加热温度较为平均。如果用烤的，表面和中心的温度一定会不太一样。再来就是可以让加热后释出的汁液能够保留在容器中。我使用摄氏85度加热鸡肝，这样的温度可以保持鸡肝的滑顺口感。蛋白质不会过度紧缩而流失水分，1个小时的时间能够让整体都达到摄氏85度，而蛋白质也有足够的时间变性。时间到了，就把鸡肝取出。加热过后，鸡肝会变得比较扎实，而脂肪因加热而释出。这时可以用重物加压冷藏，以固定形状。现在我们来做巧克力薄片。使用糖粉会溶解的比较快，比较均匀。低筋面粉是为了支撑薄片的结构和酥脆口感。而可可粉则是提供了可可微苦的风味。
所有的粉一起过筛，然后拿打蛋器混合均匀。新手常犯的错误是没有把最下层的粉混合上来，所以我会用转打蛋器的方式，让下面的粉也混合均匀。拿2颗蛋，但最好是冰的，这样比较好打发蛋白。小心的把蛋白和蛋黄分离，蛋白中不能混到一点蛋黄和水，不然就打不发了。用力打发蛋白。如果你用的是刚才混合粉那只打蛋器，记得洗干净，然后完全擦干，不然打到你手变青色，蛋白也打不发。蛋白打到尖端不弯的干性发泡就好了。先加入一半的粉混合。之后再加入另一半混合均匀。如果混得太久，会消泡太多，使脆片变得干硬。在烤盘上放上烤垫，如果用烤盘纸，记得用重物压住四周，不然烤的过程可能会卷曲，这样可可片就会不平整。我使用了自制的模型作为脆片的模具。好处是可以确保脆片大小、形状和厚度，坏处是这模型花了我1个多小时来制作。刮平面糊，让每一片脆片厚度一致。然后放到烤箱中，用摄氏150度烤20分钟。刚烤出来的脆片可能还有点软，等放凉了之后再取下会比较保险。再拿个烤盘放上2mm 厚的茄子片，用摄氏150度烤15分钟。这个过程是把茄子烘干，这样你就可以得到很薄的茄子脆片。我会建议大家烤的时候要垫烤盘纸，不然可能会像我这样，大部分茄子都粘在烤盘上。取出冷却好的鸡肝冻，这时质地已经变硬，结构也较紧实。把鸡肝从真空袋中取出，会发现鸡肝都粘在容器上，即使用力敲也无法脱模。这时可以拿出喷枪稍微烤一下容器，
鸡肝冻表面脂肪融化后，就可以轻松脱模了。从冰箱中拿出腌好的茄子，因为茄子现在吸饱了糖醋汁，要用时可以先放在干布上吸掉多余汁液。依照鸡肝冻的宽度排列铺平，然后小心地把鸡肝冻放到茄子上。再铺上一层茄子，现在来修整鸡肝冻，连同多出来的茄子，稍微把鸡肝冻的边缘切掉一点。因为肝冻很柔软，所以要很小心切。另外，肝冻很容易粘连在刀上，提刀时要很小心。将四面都修整齐。如果真的不小心把肝冻粘下来了，就像涂水泥一样把它补回去就好。我会建议每切一次就把刀用干净的布擦一下，可以减少粘连的机会。四面都切好了之后，我们再从中间切一刀。说实在，这道菜最难的就是切的部分了。把两片鸡肝冻叠在一起。在盘子上放上可可脆片，将鸡肝冻放到脆片上，然后再放一片可可脆片。接下来准备点缀的野菜，因为在剧中使用的野菜不太好取得，所以我在社区中庭找了一些我认识的食用植物。这些野菜除了装饰的作用外，也提供了酸味和植物的清香。
我今天使用荆棘做野菜酱汁的酸度来源，其实用其他有酸度的果汁或醋都可以。我会用它，单纯是因为我爸家有棵荆棘树，树上刚好有荆棘，所以我就拿来用了。挤出荆棘汁，滤掉种子，因为我懒得去拿滤网。双手是男人最好的朋友，不是吗？加入果汁3倍的橄榄油，还有少许盐调味。用力混合成乳化状态。就得到了油荆棘酱汁。乳化的酱汁更容易附着在菜叶上，风味也较温和。把野菜沾上酱汁，轻轻的混合。然后放到最上面的可可片上。最后再放上干燥的茄子脆片，这一道拍到怀疑人生的鸡白干茄子精粹就完成啦！鸡肝质地滑顺，带着淡淡香料味，入口时浓厚的风味立刻包裹味蕾。茄子酸甜而多汁，口感细致软嫩，中和了鸡肝冻的浓厚腻口。而可可脆片的巧克力香和苦味，像夏日湖畔灵光，不停地转换着鸡肝冻的味道，让强烈的风味变得内敛而若隐若现。本来以为是很奇特的组合，没想到意外的相称。如果要用一位美女来形容这道菜，你可以想象在晚宴的会场中，一位成熟的女子走过你身旁，空气中飘过一丝柑橘的清新香气，鸡肝冻会是她完美的酮体，直接地冲击着人们的感官。而茄子是她机智而有趣的话语，让人在和他的谈话间如沐春风。最后的可可片是他身上的黑色连身晚礼服，遮蔽着，同时也衬托着他底下的曼妙起伏，性感而不是优雅。每一个转身都在空气中激起涟漪，让世间男女皆为他所倾倒。你说，为什么一道菜可以被我形容成情欲小说？人生就是要在每一刻中用心体会美好的事物，不是吗？靠北，这道菜真的很难切得好看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！